2016年4月的某个深夜，爱奇艺的服务器第一次因为一部网剧卡顿了。上线短短3天，最好的我们的播放量冲破了10亿，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36亿，讨论量超过200万条。豆瓣评分定格在 8.5， 那是那一年青春剧里最高的分数。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叫耿耿的高中女生，她的扮演者谭松韵彼时25岁。你们不知道的是，就在4年前，这个女孩还被业内贴着一张标签，上面写着4个字与 quote 只能演配角与 quote。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谭松韵出生在四川泸州叙永县一个小城里的普通家庭，父亲是舞蹈老师，这也许是他这一生与艺术结缘的最初伏笔。他从小就是那种让大人省心的孩子，话不多，但眼睛里有光。11岁，他主动提出要去四川省舞蹈学校学古典舞和民间舞。那是一所封闭式管理的学校，意味着他要放弃正常的9年义务教育，和同龄人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父母犹豫过，他们担心女儿吃不了苦，但谭松韵没有退缩。她说她就是想去。就这样，一个11岁的小女孩带着一点倔强走进了艺术的门。学舞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腰太硬，压腿练功的时候她常常哭个不停。父母远在泸州，为了生计奔波，没办法陪在她身边。但懂事的谭松韵几乎从来不在电话里喊苦，只是每天把眼泪咽进肚子，第二天继续练。后来她在采访里提到那段时光，语气轻描淡写，说父母每天都要打电话与 quote 操各种心与 quote， 那种轻描淡写反而让人心里一紧。2005年，15岁的她偶然参演了电视剧好好过日子，第一次站在镜头前，她就知道这才是她真正想做的事。2年后，她参加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考试，顺利考入表演系。一个四川小城的女孩就这样走进了中国最顶尖的表演学府。大学期间，谭松韵从不是那种爱刷存在感的学生，她泡在剧组跑龙套，演小配角，把所有空余时间都用来积累实战经验。那些年她接拍了不少作品，但没有一部真正出圈，就像无数在这条路上默默努力的年轻演员一样，她只是众多小透明中的其中一个。直到2012年《甄嬛传》播出，郑晓龙执导的这部轻宫剧播出后席卷全国，剧中每一个角色都被观众记住，包括一个戏份不算多的小角色纯贵人。谭松韵饰演的纯贵人是那种天真到几乎有点与 quote 傻与 quote 的人。他嗜好美食，眉眼干净，对宫廷的阴谋算计一无所知，就这样懵懂地活在一个随时会吞噬他的世界里。那双小鹿眼让观众过目难忘。有网友后来回忆，看《甄嬛传》的时候，以为纯贵人与 quote 才14、15岁与 quote， 而谭松韵当时已经21岁了。戏火了，但谭松韵自己还是没火。角色爆火之后，她依然是小透明。更糟糕的是，与 quote 娃娃脸与 quote 带来的不只是关注，还有一张无形的囚笼与 quote 只能演丫鬟与 quote 与 quote 戏路窄与 quote 与 quote 撑不起女主与 quote， 这些标签悄悄贴在她身上，不声不响地压着她。此后几年，她接戏拍戏，但始终没有突破。这中间有没有焦虑？有没有想过放弃？她后来在采访里说过，那时候的自己与 quote 比较无脑与 quote 与 quote 只要把自己带入，进入角色，感受当下与 quote 说得云淡风轻。但那几年的沉寂，任何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出来，并不轻松。如果你也觉得这段沉寂值得被看见，点个赞，让更多人知道谭松韵走过的这段路。2016年，制作团队在为《最好的我们》选角时，有人提议谭松韵。这部改编自8月长安同名小说的青春剧，女主耿耿是一个刚进入高中、懵懂又倔强的少女。有些人觉得让一个25岁的演员去演高中生，未免有点冒险。但谭松韵拿到剧本那一刻，某种东西突然对上了。耿耿不需要精心设计的演技，
他需要的是一种真实的、有点笨拙却又温柔的少年感，而这恰好就是谭松韵本来的样子。最好的我们开播当晚，微博指数飙升至12万，上线3天，播放量破10亿，到最终收官，播放量定格在20亿，豆瓣评分8.5，微博话题阅读量36.3亿。谭松韵凭这部剧正式出圈，拿下了当年爱奇艺尖叫之夜的年度最具潜力演员。那个曾经被贴上只能演配角标签的女孩，站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此后的她一路高歌，旋风少女、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作品接连出圈，口碑与流量双收。锦衣之下长期占据微博电视剧榜第一，豆瓣7.5分，以家人之名拿下2020新浪微博年度热剧，为他带来一次近90天内新增238万粉丝的爆发式增长。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往往就在最顺的时候。2018年的跨年夜，谭松韵的母亲和同学聚会后回家，在路上遭遇车祸，肇事司机撞完人就跑了。谭妈妈被紧急送医，经过20多天全力抢救，最终因多器官衰竭离世。那一年，谭松韵的事业戛然而止，她消失了整整1年多，直到2019年初，经纪人才发文说明情况。而在事发后的漫长等待里，肇事者从未出现，没有一句道歉。此案直到次年才公开审理，全程网络直播。没有人知道那段时间里谭松韵是怎么过的。她没有发过一条感性的微博，没有接受过深度采访，什么都没说。但她回来了。评论区告诉我，如果是你，经历这一切之后还能重新站上去，需要多大的勇气？谭松韵回来之后，带着的是锦衣之下，是以家人之名，是一部接一部越来越扎实的作品。她没有借母亲去世的悲剧做任何营销，没有在镜头前哭诉来博取同情。她的回答只有2个字：拍戏。这些年，关于她的争议从未断过。最核心的声音是，年过30了，为什么还要演少女？2025年的逍遥让这个争议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有网友直言看她演少女太出戏了有人问明明有那么多适合自己年龄的角色，为什么非要硬演少女这种质疑有没有道理？有。观众审美在变，他们越来越看重演员和角色的真实契合度。当荧幕上的少女和现实中的年龄出现明显错位，那种违和感是真实存在的。但另一面，这不只是谭松韵一个人的困境。当整个影视行业的优质女性角色依然大量集中在青春赛道上，当少女感依然是市场给中国女演员打分最重要的标准之一，选择什么角色，有时候不完全是演员自己能决定的事。谭松韵的演技从来不是没有争议的，有人夸她共情力强，表演自然接地气，有人诟病她在不同角色里都带着耿耿滤镜突破不足。但在这一片争议声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她是整个90后花旦里少数几个能做到拍一部火一部的演员之一。最好的我们，旋风少女，锦衣之下，以家人之名，向风而行，你比星光美丽，这份成绩单不是靠一张娃娃脸撑起来的。有媒体写过这样一段话，说谭松韵难得的是她的演艺生涯可以跟自己的生命节奏契合同频，在年少时守住灵气，在成长中沉淀底蕴，在成熟后绽放力量。说到这里，我想把3件事留给你们。第一件事，娃娃脸到底是礼物还是枷锁？对谭松韵来说，这张脸让她爆红，也让她被反复质疑，但她好像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怨过什么。她接受它，用它，也在她的边界里一点一点往外推。第二件事，沉默有时候比任何解释都有力。母亲离世，事业停摆，肇事者消失，那1年多里，谭松韵什么都没说，但她回来了，带着作品回来了，不需要解释，结果就是答案。第3件事，在这个娱乐圈里，最难的不是爆红，是爆红之后还能继续走下去。谭松韵走了20年了，
还在走。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